好，左荣泰今天带着新阁员亮相赖清德说，我们现在有3个，第一个重用年轻人，你看李阳多年轻就变成样板，宣传的样板。第二个重视专业搞经济的重视经验因为很多都是市长升上来的，我想他大概新的找不到什么太好的人。然后呢，说这个龚明鑫、叶俊选都是搞经济的所以将来能够更深入那这个经济部长原来行政秘书长龚明鑫也是要迎战关税的变局那另外呢，石崇良说要积极改革健保，原来是健保署长嘛那另外呢，医界说呢，新的卫福部长是站在悬崖边，期待有系统性的改革，不是东改一下西改一下那另外呢，《美岛电子报》最新民调，赖清德的不满意度破了60%，上次呢不满意度是56.6%，这是到60.5%这历史上新高然后呢，满意度呢只有31%，上次呢满意还有44.7%，就是《美岛电子报》做的这一下44到34降了10%，这一下又降了3.6%所以台湾的选民其实是蛮厚道的就是说呢，你看刚开始的时候赖清德当选，虽然40%当选，但是呢满意度呢当时还给他45%，最高才到54%那就5月、6月、7月、8月嘛那不满意度其实很低的，并不高的，就大家给你机会嘛。虽然我选没有不见得选你，但你既然当选了，就希望你好好做嘛。陈水扁当时也是这样蔡英文当时一当选以后，那个满意度对他的期望都比他得票高，但是你表现要表现得好表现的这样子，现在你看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在这个交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这要危险了。现在不满意到60.5%，满意只有31%然后卓荣泰真的大罢免、大崩盘。卓荣泰不满意度53.1%，满意度是27.7%跟这个赖清德难兄难弟也差不多。而且我们再看民进党的优势选区，什么叫民进党优势选区呢？云嘉南、高屏，这是民进党优势选区嘛？特别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屏东，那是民进党优势选区我们看云嘉南云嘉南的满意度呢，不满意度有58.3%然后呢58.6%，满意度我们看云嘉南满意度就33%，高屏满意度就32%，所以不满意度几乎是满意度的1倍耶，还很绝的。台北市台北市以台北市来看，满意度还有35.9比那个云嘉南、高屏满意度还高一点点呢。不满意度台北市的不满意度只有52%，比云嘉南58%、高屏58%还低耶。所以台北市民众显然是还蛮大度的，蛮厚度，反而认为说民进党的优势选区反而不好。不过当然也有道理了。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大家都对民进党期望太高了，而且风在这一次的话，在南部对台南这个嘉义对你期待那么高，你以为我就是你的票，这次我告诉你，我就不是这样子。包括这次的那个公投也看出来，就不是这样子。那个所以呢，民进党的优势选区，不管是满意度也减少了，不满意度也提高了，比台北市还糟，你就知道民进党多危险。我们看一下。想说，我作为毕业生的代表，应该讲话的时间可以比较长，所以我准备了5分钟的这个讲稿，但是发言人跟我讲说，你只有1分钟。从现任行政院秘书长转任为经济部长，龚明鑫是这次内阁小改组中最被关注的位置之一。美国关税挑战严峻，加上台湾能源问题迫在眉睫，此时上台问题直接就摆在那。不管是未来主观性，我们要成为经济上的日不落国也好，因应这个新秩序的因应的挑战，就留待我去福州街的时候跟各位报告。除了经济要顾，新升格运动部准部长李阳没到场，现任体育署署长郑世忠接任未来的运动部副部长，要面对的挑战只有多没有少。球评石明景认为李阳担任部长很祝福，是个认真做事的好人，但年纪轻没有行政资历，再加上升格后若没改革，恐怕会变成体育署乘以2。而接替邱泰源上阵的准卫福部长石从良，面对的问题也很棘手。感谢这个邱部长
在过去邱部长1年的领导下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推出了许多的健康台湾的相关的政策。但是我了解，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跟挑战需要更加速的去克服。我知道在做任何的调整都无法满足所有要对内阁团队有批评意见的人，但是我虚心的请求他们给新团队一些时间。当调整出来一个队形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新团队，而不是一个小调整。给我们时间，我有信心。AI 内阁2.0新一批救援投手上场，就盼能替赖政府的下半场止住失分。好吧，这个民调哈，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王慧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反映出民意啦哈。刚刚前面大家讨论，我觉得真的是不要以为台湾的民众都看不懂，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众都非常的有智慧哦。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520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我就说他只有2招嘛，一招就是给你贴一个红标签，叫做中共同路人哈，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你们叫做蓝白3预算这样子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前2天卓荣泰院长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有委员问他，他就承认了嘛，哈，就是说当时有把一些这个冻结的预算啊讲成这个删除，哈，这是不好意思了哈，他就提出了这个道歉。但是当时在贴蓝白这个，就是说3预算，什么都是因为蓝白3预算，什么都不能做，就算我们做再多的解释，好像都没有用。他就从这个内阁的阁员就开始出来带头造谣说谎，所以呢，到前2天证实了嘛，好，就是卓荣泰自己就在委员的这个逼问之下，他就承认了，然后也道歉了。所以我觉得民众，我要讲一个，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以来就是说大家被这个民众被这个大罢免真的搞得非常的烦哦。我觉得最常听到的其实有很多的民众，他其实不是因为支持蓝绿白，他真的是中间选民，他就是真的很讨厌他们民进党这样子搞。伊讲我选伊出来是要做代志的，一刚到完拢底下搞大罢免，是有要顾阮的迄个巴肚无，有要顾阮的代志无？我就简单讲好了，像在地方到现在啊。诈骗的事情还是到处都是那每天这个我们内政部就只有公布一个什么这个今天被骗了多少钱，然后放在网站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相关的阁员里面啊，我就说只要老勇善战的然后不会被换掉，不像我们内政部长啊，对不对？他这个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风灾里面，照理来说他是应该是指挥官，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在第一线做什么。后来赖清德又这个除了爬屋顶，然后说国军不能去之外，他后来又派了一个叫做这个前线的这个指挥官就是陈金德这个主委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民众会看你到底有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只要是你这个能够。为主子说好话，因为像那个内政部长就有骂我们民众党嘛，跟我讲这个台湾米被做黑了中国鬼嘛，这个事情我们会一直放在心上，直到你道歉为主。像这样子的一个部长，他继续留任啊，对不对？然后像郑明谦啊，刚刚我觉得这个蓝萱姐真的讲得太客气，伊昨不是底下迄个立法院甲委员搭嘴鼓，伊是甲中线委员跟国昌委员两个在相骂呢，你知道吗？国昌在问他说他有没有写辞职信的时候，他反而我觉得他根本就反质询他，我说你这什么语调？你这什么语调？自己安了啦，对啊，他不会下台了。对啊，所以到底是谁在质询谁，我都也是搞不清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民众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民调这种持续性在做的这个民调，反映出对这个赖政府的这个不信任跟这个不满意其实是过去1年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政府都是不在做代志，都是搞大罢免。最后我要讲这个823之后隔天。还是当天忘记，就是总统开了一个记者会嘛，他就说这个我们要尊重司法独立，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司法独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叫超丝鸡蛋？超丝鸡蛋的案已经多久？从我在做立委到现在，终于他给他起诉了他说这个祖贤啊，这个超丝的祖贤，这个这个吴祖贤他说他不法获利6085万，大家知道他给他求刑多少吗？2年，起诉之后只有2年。
好后面会不会又办一办这个大家没关注之后又不知道办到哪里去了，好，所以像我们在讲柯文哲的案子，到现在没有具体的证据啊，但他给他求刑求那么重，所以你要大家相信你的司法是独立的，然后郑明谦部长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立法院里面，所以我觉得民众看懂之后，就会直接反映在他的民意上，从这个民调来看，他的这个满意度当然是会下降的。其实赖幸德提到说，这个内阁改组调整之后，它4个优先嘛哈，那4个优先就是什么经济、民生、青年、弱势哦。这个不是很基本的吗？如果现在改组调整之后才以这个为4个为优先，那以前的优先是什么？来，我跟你讲，王一川当时有讲，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比大罢免更重要的哦。所以当时呢，其实就是全部在这个忙这个罢免。但我必须要讲哦，虽然你看我们是身为这个不合理的这个罢免的这个当事人哦，但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不是说我们这样子就还要再打一次仗，再重选一次过来，而是看到整个社会被撕裂，那种仇恨在这个弥漫在社会当中，然后整个国家空转，我觉得那才是真的让人家很痛心的。可是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国家的空转，不管是现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撕裂跟仇恨，那都不是这个3年5载可以救回来的。那所以这一次内阁的改组，我们看到啊，什么叫做AI 行动内阁？我看起来还是这个仇恨挑拨的内阁的影子，就是深深还是在那个地方。刚才我们大家提到的，这个黄世芳也好啊，刘世芳也好，或者这个法务部长也好等等哦，你看到哦，其实在这个罢免的时候，这个出力越大的，这个表演的越凶的，其实他就是现在位置越稳当哦。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时候连文化部长啊上台以后，连他们什么锅啊盆都拿出来说是什么他们陪嫁妆啊什么的，我觉得各项表演尽出哦，可以说是造谣比赛精锐尽出啦。那反观哦，我们来看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福部长邱泰源哦，事实上哦，因为我在去年1年我有担任这个我们立法院就是一个医疗的后生会的会长嘛，跟医界其实蛮有一些往来的。医界对于邱泰源的评价都觉得其实还不错，就其实还不错，也还蛮认真可以沟通哦。当然石头良上来以后，他的沟通的能力更受到肯定了哦。可是我们要看到邱泰源其实他面临的这些问题，不管是健保点值的问题，或者是现在这些急诊这个空床的问题啦，然后病房关床的问题啦，护理师缺的问题啦，还是这个罕见疾病的这个新药的问题哦，等等啊，其实这些问题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在哦，所以我想新的部长上来说能不能去解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我们看到邱泰源啊，其实在这个大罢免当中，我觉得他的表现就是不够的哦。好，那我今天特别提到，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删预算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很简单，分4个部分讲，真的很可恶。第一个，他说啊，我们去删了这个育儿留职津贴，事实上没有，还增加。他为什么在捣乱这个年轻夫妻爸爸妈妈的票？接下来他说我们删了租屋补助，干嘛？影响这些年轻人。再来他就说长照预算也被删光了，老年人都很紧张了。最后刚刚提到的企业，他也说我们把企业的补助都删掉，方方面面所有的谣言针对他们想要选这个影响的选票，不惜撕裂都要达成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表演的这个越热烈的大罢免，尽力越多的稳如泰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一些哦，在这个罢免期间呢，你们有认真去罢免在野党，现在大概就被你们自己人给罢掉了。搞了半天，这个大罢免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表忠大会了。当然看看谁对这个赖清德比较忠心啊，谁这个推动罢免推的比较热烈，就能保住他的官位。休息再回来。好，讲完，今天到行政院会去抗议。以前行政院会哦，那个直辖市长都会去的，当时只有2个，台北、高雄，后来现在变6个哦，大概他们觉得参加会没什么意思啊。现在很多都派副市长去，哦，市长很少去，比如说市长去就有大事发生了，比如卢秀燕那天要到中央去，哦，也是为了补助款地方哦。那蒋万安这次也是去，哦，说你这个违法删我们的预算哦，那这个说呢，蒋万安说呢，一般补助款重演前瞻预算的那个状况，重绿轻蓝不能接受。前瞻预算也是啊，8800亿，就绿营拿了一堆补助啊。那个新竹市不是说吗？什么不给多少申请多少，给了不好几倍哦，类似这样啊，只要绿的我就多给你钱啊。那主计总处就说，财政收支方法第30条第3项不是保障个别县市哦，所以台北市扩大解释，因为他那个是说。
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不得少于修法钱。那他的意思说，我是总数，而不是说台北市不得少于修法钱。哦，台北市我要减少于修法就少于修法钱，我要给高雄多于修法钱，我就给多于修法钱，我总数不少于就好了。这是他的解释是这样。那台北市是意思说，你不能够原来给我，怎么现在给我还变少了呢？哦，那卓荣泰就说呢，这是因应财政收支划分法，所以地方自治事项回归地方处理。原来是本来地方就要负担的哦，但是呢，因为这以前你钱不够，我才补助你，现在既然你钱多，你自己这个包括学校电费啊，哦，这个什么耐震力改善啊等等啊，哦等等。那蒋万的意思是说，本来学校也没有冷气啊，是你当时中央吹牛，自己要说班有冷气啊，这是你的政绩啊。好的，现在班有冷气了，电费你不付了，哦，电费要我付啊，电费多贵啊，不那这个钱付电费，以前你还补助，现在你不补助了哦。那王宏威说，现在要改成申请制，啊，补助改成以前没有申请，以前就是基本上中央就看就给了，现在要来申请，这变成低声下气祈祷，所以你要看中央的脸色，哦，要看，它有2种了，一种就是一般的补助，哦，过去怎么样不能少于以前都不会少于过去，一种是专案性补助，你要特别要搞一个什么东西申请补助，那2回事情啊，所以呢，一般性补助删了，哦，但是呢，民进党说蓝绿市长都删了，搞错了，蓝绿市长删那是一般性补助啊。专案性补助，你只要绿的来申请都给你过啊，蓝的申请不给你过啊，那才严重啊！哦，所以呢，蓝党团就是说，他想让地方向部会求爷拜奶奶，我要申请不同的部会，我就要跟地方不同的部会去拜托啊。所以呢，国民党党团说，赖清德还嫌民调不够低吗？你还要改成申请制吗？你还一定要这样干吗？给地方难看吗？那侯友宜说，管你哪一种算法。都希望不要减少，对大家不要减少比较重要。我们看一下，今天来行政院院会，不只是为台北市，也为各地方政府来发声。一般性补助款和计划性补助款性质不同，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公正公开的公示。现在行政院透过扩张解释，在对地方政府补助总额不变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调整对各县市政府的补助金额。我不能接受行政院这种透过扩张解释很可能不公平分配的做法。为什么在8月23号才说完要检讨，隔天下一个工作日就把刀砍向台北市的小学生？好像今天蓝营执政的县市的市民就不是市民，你就不要照顾；绿营执政的县市的市民，你就要照顾。那难怪你40%不，现在是28%。我看你们就是嫌民调太低啦，还不够低啊。来，林涛怎么看？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个一般补助款，行政院在这个大罢免的过程中乱删掉，直接删掉636亿，已经造成所有地方政府，社会福利还有我们讲的青年朋友这个教育的部分，大家都遇到很大的问题，包括老人的津贴。所以其实前几天那个万委员很知道，就是在桃园前站那个老人会，那周遭有很多的我们的长辈，就把我拉去说，这预算怎么删？什么一直听说10月底就要用完了？确实啊，如果你删了20几亿的桃园的这个预算，那我们的预算，包括老人的福利、跟年轻人、跟这些教育的预算，中途之家用完就没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县市首长或副长到行政院会是很担心，如果你今天说了删又不给回来的话，那这会造成，当然现在在讨论追加预算，但这会造成一个问题是，那到底我明年怎么编预算？财政不稳定的状况之下，你叫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在编明年的社福预算怎么编列？我们能够让这些年轻人或是这些老人家的这个福利能交代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蒋万安市长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到行政院会讲出来一个大白话，就是你主计总处，你竟然讲说未来呢这个总额就是我们讲到4000多亿的这个补助款的总额不变。那可是今天我要给高雄多一点，我今天要给台北少一点，我今天要哪一个县市我自己调，我中央说的算，那这不是跟过去一样吗？中央的前瞻预算框在那边8000多亿，
我今天爱给高雄，我今天爱给哪一个县市？我给台中，我给我以前这个郑文灿执政的桃园市。你们这种蓝营执政县市，你不能讲话。我给地方大家人民共享啊，他也可以说得过去嘛。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整个行政院跟赖政府没有经过726跟823最大的教训，他还在跟地方的民众对呛。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感受是说，难道地方的人民不是人民吗？中央叫中央国，地方叫地方国吗？怎么叫做中央的预算？今天我们给你，你也体恤我们中央嘛？这是卓荣泰口中讲的，他说要叫大家体恤中央。这些钱给地方，地方还是在支用，还是在照顾我们的民众。你可以看到过去最夸张的卫福部的次长吕建德，他不是出来讲说吗？剿匪还没成功啊，大家823继续努力。刚才我看到他受访还没有播出的 SOT 的文字，他竟然讲说，怎么会是你们台北市民才算市民吗？其他市民也是市民啊！你们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还有这种政务官在那边，今天蒋万安只是说，所有的可不可以在补助款上面法定用正常的公式来计算，不要今天你给多少算多少，那我怎么样负责我的这些福利政策跟我们的财务规划，只是要求这样而已，还没有谈到我要多少预算的时候，今天行政院这种态度，这是什么样的赖政府？所以我说真的，你改组再多次都没有用。这一些人的嘴脸，这一些人把地方政府还在分蓝绿，把地方政府的地方的市民当成跟他不同国的这种态度不改变的话，我认为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民调，55%的不满意度还会继续往上飙。不，基本上是这样了，因为这次大办美后很清楚的，就是民进党掌握了行政权，但是在野党掌握了立法权。所以没有关系啊，你行政权我就立法权来制衡你，不，你先不用给我提财政社会化吗？我再修法就是了嘛。这不行吗？我只要修法改就好了，就像当时那个 NCC 组织条例，对不对？他改那个什么天生效啊，什么之类，再把它改回来就是了。你立法权在你地方，在你在野党手里啊，我改你财政社会化就好，这不是很简单吗？来，洪庭，台北市怎样？我觉得在这里面的重点，确实林浩刚讲了，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你又讲说你不想要干涉所谓的地方自治，然后你又要审核这个预算要怎么做，那你在审核这变成一个所谓的核准制的时候，那不就等于是你在干涉地方自治的选择了吗？所以我觉得他自己的回应都有所谓的这个逻辑错误的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任何的制度都应该要避免让哪一个党派的人上台之后有机会因人设事嘛。那如果按照现有的这个方法，明明就是大家都已经行之有年，而且是说老实话，其实包括前瞻我们都已经认为还有点问题了。所以现有的制度本来就有一个相对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你现在改了一个是改到更不公平去，而不是改到比较公平去。理论上，在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状态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算式，然后每年大家就按照这个算式进去出来，数字就出来了。这个是理想中的这个状况。当然，你计划性很多地方需要去做配置，需要去做所谓的这个分配，那大家也都尊重，也都接受。那每一个党派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执政党到底要怎么想？那在野党的立法院要怎么过？我觉得都在一个民主的合理过程。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你又越界了。从大罢免开始，你又越界了。从这件事情上面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民进党一直在跟民众，一直在挑战民众，就是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所谓的主导这一切？为什么想要那么去干预这些部分，然后去做你政治上面的分配跟安排？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蒋万安所提到的一个重点，我们有多少预算在这里面？如果你经过核准制，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央因为所谓的涨电价，光台北市捷运就好了，这几年每年的成本就多了7、8亿，每年这样子，所以总共累积就已经超过20亿了。好，那我们暂时用地方性补助款这些部分，然后呢，希望中央把它列入所谓的这个重大工程，就是说属于重大国家基础建设，你不应该要涨这么多。那如果你连这个都砍了，那这个都砍了，就表示说，那我台北市政府又要去自筹一个部分，去弥补你中央所调整电价这样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这对中央来讲公平吗？对地方来讲公平吗？我觉得关键还是回到一个重点，今天国家需要一个制度，然后让国家能够强治久安，不要再把政治斗争拿进来所谓的预算里面了。妹妹，
我是这样看了哦，其实我们大家很简单，去主计处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哦，我们这个中央啊，去给地方县市的这些一般性的补助哦，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分配公式的哦。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如果现在我们把地方那需要的补助变成竞争型、计划型申请制哦，我觉得这地方来说，这会是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以前呢，我们自己各县市政府透过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大概计算一下，说明年我们大概在各部分有哪些补助。我举个例，比如说今天教育上的补助，可能按照人口数啦，按照学生数啦、班级数啦、前一年的执行啦，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县市政府的财政的状况，我就可以大概算出来了。但现在如果不是每一案都要送去申请，第一个，我们当然很担心是不是这个他会看颜色来去给。那第二个，所有的权通通掌握在他手上的时候，还有时程上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接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一次没有立法院没有删掉任何1毛钱对地方的补助，他们这样做其实就已经是不合法、不合宪、蛮干。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做，现在要用申请制，大家都无法接受。谢谢再回来。国民党主席啊，那到底谁要出来？现在看起来不少人表态哈。那朱立伦呢说他要坚定交棒，然后呢对新团队喊说要结合主流民意，蓝白合不能变啊。那到底谁会出来啊？那说这个有大咖萧信成说不是马英九，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很奇怪啊，不少人觉得马英九做得不错。也有人觉得，很多人觉得赖清德做好，蔡英文做得不错。其实蔡英文在民党当总统那8年，把台湾搞一塌糊涂，包括能源政策啦，包括很多人事啦，包括两岸，包括海说大家就觉得说，好像这蔡英文应该出来取代赖清德。那昨天他们中常会又通过延长领表2周因为呢这个提案的中常委是傅崐萁支持的第1名的中常委，所以大家又觉得好奇了，说到底这中间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要延2个礼拜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且事实上，他们上次7月30号做的那个中常会的决议，党主席改选嘛，是根本在726之后嘛，并不是在726之前，那主要的大半本都已经结束了啊。所以呢，郝龙斌那不会出来大家也在猜测了啊。那好几个都被点名嘛，胡志强啊、郝龙斌啊，还有这个黄敏惠啦什么，反正一堆那连胜文也被点名，因为连胜文当过副主席嘛连胜文就喊话说：你们这要选国民党主席，要选就要选真的，不要是为了募款跑出来的，不要为了打知名度跑出来的，里面可能各有各的这个目的要去选真的而且不要借机炒知名度或募款连胜文还一语道破那另外呢，谢点林也跑出来要选国民党主席了他说我是个小咖了，那小咖怎么能当国民党主席呢？他说我是要保护刘学院平安下庄，反正各种那谢宜凤他是支持朱立伦，他说需要像朱立伦这样的人来当党主席那现在只有7个人了那现在再延长2个礼拜，还会有多少人？现在不知道，我们看一下。我们都还是战战兢兢，直到交棒那一天。最后2个月依旧战战兢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们一定稳扎稳打的把棒子能够顺利的交出去。继续鼓吹参选，因为心心念念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不选就是不选，但既然蓝营大咖兴趣缺表态者人人有机会。发文附上一张冲浪照片，27号下午，彰化议长谢点林脸书写下：既然没有人愿意当小咖，为了保护卢秀燕，那就让我来吧。加上先前表态的张亚中、曾丽文与罗志强等人有致参选者超过7人。谢议长所表达的是，党内有非常多支持卢市长参选2028重要人士，他们共同的看法就是希望在2026之前有一个阶段性的党主席的人选。还没有要参选之前，都要先想清楚，不要为了个人，都觉得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这个我很难想象，副主席都精疲力尽了，我很难想象这个主席所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压力我想要做就做到最好所以接下来已经开始就是去下乡请益了要选的各个摩拳擦掌，但是27号国民党中常会上，中常委陈淑蓉与郑正前就提案延后党主席参选登记截止日期，从原先的5号改为19号截止，而10月18号投票日
日与11月的全代会交接则维持不变，但中间有志参选的人多了2周时间获得过半中常委同意通过，却引发了想象空间，因为提案的正是傅昆萁友好的2位中常委。我是副总召有过来拜托。没有一个良性的政党竞争，就是应该大家能够踊跃的站出来，来为国民党来服务。总召有没有听到蛮多劝进的声音啊？什么东西？劝进您的声音不要想太多，好吧？意愿角逐党主席吗？就连依法不能担任党魁的立法院长韩国瑜都被党内视为可能人选，看来少了卢秀燕没能众星拱月，眼下似乎人人有机会。好，那谁讲这个话题？来轩。党主席怎么看？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去面对的一场纷乱了哦。那目前看起来，当然就纷乱的比想象中的来得更加的明显啊。那坦白讲，我是真的有认真想过说，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或者在目前国内的一个政党的局势来说，谁适合当一个在野的，可能在2016年，甚至可以在2018年提前终结民进党执政哦，那么一个人。我坦白讲，你真要问我觉得有2个人，但这2个人都不太可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韩国瑜。我觉得我先讲，我觉得他的可能要有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他对于整个的支持者，他有号召力。我觉得他对支持者要有号召力，对于甚至对很多的选民，你要争取更大的一个选民的支持，你要有号召力。第二个的话呢，他可能必须要有领导能力啊，这个领导能力我觉得是很重要。再来就是他必须要有选战的经验，他要他会打仗哦，他有这个能力有魄力哦，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就是领导力、有魄力，然后要有号召力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事实上是韩国瑜，但韩国瑜当然不可能的立法院长。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赵先生。真的，你要问我这样的觉得，好，你要问我嘛？你今天问我啊？对，我跟你讲韩国瑜为什么王金平都可以，韩国瑜说不行？因为立法院他有一个法，他们后来立了法组织法第3条。但是可以修啊。意识中立。你现在你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我跟一些朋友讨论过。我本来我觉得韩国瑜可以，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当立法院长可能不见得很恰当，因为他可能要这个政党中立。就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总统可以兼党主席？他不用中立吗？他为什么可以兼党？因为他当党主席的话，某个程度他就不是一个全民总统了嘛。所以今天不管是过去到现在，从蓝营到绿营，其实现在很习惯总统都要兼党主席的话，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反过来说，我的意思说，那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打枪说，那这样的韩国瑜也有，他为什么他兼了党主席他就不中立，所以这是2个不同的话题，但我觉得这偏了。目前来看，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疑虑了啊。那这是韩国瑜的角色，另外一个赵先生，那赵先生可能他自己经营媒体的关系，你有你自己的一个考量。总而言之，好，但因为目前这2个这可能就是可能性并不高，所以坦白讲，你要问我说现在目前表态的人有没有很适合的人，我觉得先建立一个前提，除了我刚刚觉得最适合的人之外，那你除非你要政党这个。世代交替，就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那么多人里面都没有我认为的第一人选。那但是如果说你目前经过这2次罢免，你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内的这些新生世代，坦白讲，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而且非常的气势如虹。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可以趁机的世代交替，你由一个中生代出来，可是他成为一个代表人物，可以让整个的国民党这个气势可以继续的这个2次罢免当中延伸下去，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个国民党脱胎换骨的好机会。但是我看这几个目前出来表态的这些中生代的人，有没有大家认为是公认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好像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要透过辩论，透过一些政见发表。我觉得，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在于说，目前虽然没有我认为的第一人选，但是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新意，方向是很清楚的话，不要怕。一个月的乱，一个月看一定会乱啊！但是乱里面，如果大家呢公开的辩论，然后呢大家激烈的交锋，找出一个国民党的方向，因为国民党过去向来没有方向啊。那如果说有一个国民党的方向的话，大家一起要改革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辩论的。问林涛哈，就是如果像蓝俊呢，现在表态这些人可能都不够重，分量不够重，都不错，但是可能还是不够哈。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啊，最大在野党了哈。那朱立伦726、823其实都是有功的，讲实话是有功的，对不对？不管开始怎么样，后来我也讲他是第一726还是这个功大于过嘛
基823他完全是有功嘛，他为什么不能考虑留任？三件事情啊，好，第一件呢，这个我赞成刚才蓝轩姐提到的2位候选人，就韩院长跟那个赵大哥，我觉得确实服众望。那可是像蓝轩姐讲的，可能机会比较低，因为还有大家各自的考量。那第二个呢，因为朱主席已经讲出坚定交棒了，基本上这个态势是非常笃定的。那坚定交棒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想法是说，那到底这个党未来方向要走向何方？那我觉得呢，在第3个我等一下讲那个人选的部分，第2个我先讲哦。国民党在今天的美丽岛民调重回3个政党第1名，36.3%。那其实是过去我们很希望，包括所有各界的努力，让国民党年轻化。党务干部年轻化，国会年轻化，地方的县市议员150位全部年轻化。然后第2个呢是跟国际接轨，两岸很稳定，跟美国有驻华府的这个代表处。第3个，我们希望是轻量化，社群可以直接回复中间选民的幽默感跟对政治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这3件事情是未来的任何一任这个党主席接任的人选，他应该要走的方向。甚至呢，必须要讲到第4个，就是蓝白合这个方向是一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底定了之后，而美丽岛民调也告诉大家这几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我觉得下一届的党主席出来应该走这个方向。第3个讲到人选的部分，我是不担心人选的部分的，因为朱主席跟赵大哥也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哈，他们是这个有集体的智慧。接下来不管是谁接任，大家都有责任在每一个角落，希望国民党往正确的方向走。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提出来的7个候选人，那因为我们的选举时间是10月18号是不变的，那我们的11月1号的全代会交接是完全不变的。现在只是说我们登记的时间延到9月19号最后一天登记，让这个更多的时间可以表态。所以我预测啦哈，从明天开始之后呢，应该有更多的我们讲到的大咖也好，或是有分量的人，或是希望国民党变得更好的人，会陆续表态。也许呢，大家讨论出浓缩党的方向跟党的这个力量，大家都会一起努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哈，他质疑检方讯问不公正，哦，那今天要勘验彭振声的侦讯光碟啊，大家知道彭振声的太太，她原来的副市长，后来很不幸啊，这个坠楼哈，那他们就要追说彭振声认罪前面2小时消失，到底讲你都要录影啊，要录音啊。怎么那2小时不见了呢？那为什么他就认罪了呢？那怎么回事呢？要追这个啊！说呢，这个他们找到就去勘验那个录音带啊。那说全程4个多小时，录音只有2个多小时，所以那2个小时到底干嘛？哦，那他们就说侦讯的时候说你现在甘愿做余文就对了，因为还是要做李树德。哦，你被卖了，你都不知道，哦，所以认为说这样就好像意思就是说你要咬啊，否则的话你就有罪啊，哦，所以呢，这个空白2小时，哦，到底讲了些什么？哦，那他律师指出，当时是下午4点半，正值北所的晚餐时间，彭振声需要吃药，所以呢，先回宿舍用药。人不在场，自然没有录影，这是我想是检察官那边讲的，所以呢，检察官并没有故意延后录影或不录影啊，反正就是各执一词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法官呢还对旁听的民众凶，说我受到惊吓，赶快跑出来哈，怎么对旁听人这么凶啊？那黄国昌说彭振声被恐吓，不要成为余文。那检察官是说我们是出于好意要保护他。啊，就是保护你，免不要变成余文哦，等等。那到底是保护呢，还是恐吓呢？那就看当事人这么感觉，或是看你怎么觉得了哈。那检方一再威胁彭振声，扬言你可能丧失公务员资格，别当余文跟李树德，这件事才能圆满解决啊。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啊，这个笔录1个字都没写。台湾的刑事诉讼法什么时候修改的规定？检察官可以这样恐吓证人，然后不用写
在笔录上面呢？反正就是现在两造在那边为这个事情在争执。我们看一下。金华城案开庭，在押被告只剩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下囚车走进地院。请问主席最近身体状况还好吗？维京集团主席坐着轮椅出庭，没有多透露身体状况。而28号一整天要勘验的是前副市长彭振声去年9月接受侦讯的录影。去年第一次羁押庭，彭振声羁押禁见，当时柯文哲的律师团认为，检察官在北所侦讯彭振声没有全程录影，中间中断了2个小时，恢复后就认罪，因此申请勘验。28号上午，金华城案开庭是勘验彭振声在去年的时候接受侦讯的相关影像画面，而第一段播放结束之后，柯文哲的委任律师是认为检察官有刻意误导以及离间2人。柯文哲委任律师认为，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提到被判刑可能会丧失公务员资格。我们手上的证据，柯文哲跑得掉，但你跑不掉，你要当余文还是李树德，并且问彭振声你被押而市长请回有什么感觉？因此，柯文哲律师认为确实是不正讯问，竟然直接跟彭振声说如果柯文哲会跑掉的话，最大的原因都是你你不要当余文，不要当李树德。一而再、再而三的恐吓彭振声说你可能会丧失公务员的资格勘验录影过程将持续一整天，不过柯文哲去年9月初被羁押，已经要满1年。民众党也将在30号举办司法改革公民走读行动，原本希望聚集在总统赖清德官邸，申请没过，因此改在中正纪念堂。但无论如何都要上街声援柯文哲。另外跟我们的法院组织法，法院为审判的时候呢，应用国语。结果呢，说检察官在这个问这个彭振声的时候呢，全程是用台语，这已经违法了。那检察官的回答说：“你歧视台语吗？台语是我们的母语，为什么不能用台语？所以呢，我用台语是让彭振声不要害怕，选择他最熟悉的母语跟他讲话那另外一个案子呢，今天2审都判减刑，甚至呢很多就缓刑了。邱云的弟弟叫邱彰信。判1年半，而且或缓刑，就是那个私烟案那个时候记得吗？国安私烟案，2审换罪名，全部减刑或是缓刑了。1审的时候叫做贪污治罪条例以公用运输工具装运逃漏税的物品罪，就是用那个专机在那个烟嘛。2审就改成刑法对非主管监督事务图利，完全刑度就完全不同了。来，香龙。我们刚刚在讲到就蒋万安的那段的时候，我就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要让中央跟地方的有关于统筹分配税款的使用要觉得公平，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办到，就是明年地方选举的时候呢，蓝营呢把南部的几个县市都拿回来，就公平了。你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否则呢，你永远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们可能觉得不需要痴人说梦，可是明年有机会，所以只要拿回来之后，全都是蓝的，就是你没有看过地方选举被玩疯的。如果明年玩疯，蓝白的整合是很好的，就不会再有这个统筹税款了。公文你发给谁都一样。至于柯文哲，我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人到现在为止还羁押在看守所里面，就是一种台湾司法的耻辱。不是他的案子办到哪里的问题，而是这种的案子为什么要以羁押为手段？台湾的司法从业人员这么弱嘛，需要想尽办法预设立场的，用套的方式呢，一定要把人给套进来。朱立伦呢，在823之后呢，朱立伦讲的那句话，虽然只是他许多讲话当中的一段，但是他要求要释放柯文哲。那件事情是有政治能量，但我说你怎么可以干预司法？你看到赖清德的回应就说呢，就说不干预司法，川普干预的多厉害呀！川普都干预，不止干预自己国家的司法，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干预巴西，干预以色列，他干预的多了。台湾的司法呢，需要呢政治呢去尊重嘛，不要玩这套。何况呢，这个案子本身呢，根本就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从一个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当中就有问题。来，王慧，我觉得赖清德那天讲的司法独立4个字对民众党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笑话从过去1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关押了快1年的时间。其实没有具体的证据，就用一个 Excel， 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有非常多的不正讯问。只要每次检察官你自己所调来的证人，每一次出庭都打脸你检察官，
中间的笔录还有消失的，就是有时间有在走，但是你的就是没有在你的笔录上出现哦。所以我觉得啦，这个案子哦，到8月30号，我们其实全党都会这个上街头。台湾司法的公信力早就已经被我们的所有的民众质疑的非常的严重了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司法判案，其实看关系、看颜色。那我想柯文哲的这个案子，全民都看。